户人的婚姻到底有多脆弱？一个驴肉火烧就出轨了。我婆婆和我公公不是来中国了吗？张大铁这2天一直属于一个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。在澳达上学，大胖姐儿学校这2天有事儿，张大铁一个人在家陪寝，语言不通也就算了，吃的可遭老罪了。早饭拔凉三明治，午饭拔凉三明治。我想喝酒。 What is he saying? 喝酒 means drink alcohol. 10 o'clock is too early to drink alcohol. Bad boy. 我咋就败得了呢？温蒂他就这样，他只吃那种最简单、最无趣的白人饭。我们想出去品尝啥美食，他都不敢吃，就显得他这个人吧有点隔路。所以他这次带着他老伴布莱恩来，是希望有个队友。他都跟布莱恩说了，到时候你捍卫一下我，让他们看到不是我故意搞特殊，咱们都这样。结果布莱恩呢，坚守战线不到24小时，叛变了。大胖姐回家带着6个驴肉火烧，布莱恩很好奇，说：“哎呀，闻着挺香啊，这玩意儿啥呀？”大胖姐说：“驴肉三明治。”布莱恩吓一跳，布莱恩嘴上说不吃，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。但是温蒂不吃啊，这时候温蒂瞪了布莱恩一眼，布莱恩被震慑了一下子，说：“啊，驴我就先不吃了。” What? 香迷糊了。 Oh my goodness. 一个多碗去香米花，一个多碗去香米花。布莱恩确实也想香迷糊，趁温蒂一走，他就叛变了。吃完，大胖姐问他爸：“现在吃一头驴这个事儿，你还不能接受吗？”布莱恩说：“吃一头驴我还是不能接受。” I could eat 10. 大胖媳妇和张铁发现布莱恩孺子可教，一起给布莱恩安利。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缤纷吗？中国的美食遍布在各个小街小巷，那些看着破烂似的小饭店里。你愿意跟着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吗？你愿意吗 ？Do you？ Do you? Yes, I do. Do you? Yes, I do. Yes, I do. 于是这3个男人一拍即合，开启了中国美食探索之旅，把温蒂一个人留在了家。温蒂这吃的适应不了，来干的地方脸也泛红，老蹭我的施乐肤 C 霜。北京和东北冬天都干，就它能一整天保湿，干燥泛红都解决。出门不用想那么多，带 C 霜就够了。这么一大罐子，没酒精没香精，全家都能用。温蒂都知道这牌子，在加拿大可火了。布莱恩太爽了，他3小时内挑战了糖葫芦、烤鸭、低头、低屁股、剪蛹子等中国美食。我说布莱恩，你叛变了，温蒂不生气吗？布莱恩说我就叛了，怎么地吧？布莱恩吃了1天，回来温蒂炸毛了，跟布莱恩一顿输出。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你的立场应该是跟我一样，没想到你来了，你就和他们一起孤立我，哇吧吧吧。温蒂至少说了20分钟，布莱恩就冲温蒂笑。 I love you too. I love you. 我瞅他，我就觉得不对呀。这次见布莱恩，他咋这么聋呢？我知道他耳聋非常严重，但是他们医院给他配了一个非常好的助听器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那个助听器不是说可好用了吗？布莱恩说好用啊，但是我根本就没充电。我说那没电的助听器，那不就是一对耳塞吗？那不更听不着了吗？布莱恩说对呀，你还是结婚时间短，这玩意儿就是要不再见听力，要不再见爱人。这外国人学汉语吧，还真得加点小数，光凭热情容易挨打。大胖媳妇因为跟我爸学了一句汉语，觉得学到了就要多用，结果把人家搬家公司给骂了，差点挨顿刑。咋回事呢？俺家最近非常着急要搬家，因为房东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新的买主呢就很着急要装修，就天天劝我们，你们能不能赶紧搬，能不能赶紧搬？为了保证孩子上学方便呢，我们就在同一个小区找的新家，新宅跟故居就隔了3栋楼。你说这距离吧，它但凡远一点，你还能雇个搬家公司用车拉。这俩地方呢，距离不超过35米，就只能找那种收纳公司用小车给你平移搬家。我以为能更便宜呢，就上网找这种服务叫日式搬家，说都给你分好类，归纳好，你啥也不用操心。说的可好了，而且上门就认出来俺家人了。你不是大胖媳妇吗？我认识你。然后转身评估报价14000，大胖媳妇一听疯了，问我他认识我，难道不认识我妈吗？你给温蒂14000，他能把北京朝阳区都给你收纳了，这钱花的可太大脑袋了，你赶紧让他走，逼我撵走了收纳公司。大胖媳妇说他坚决要自己搬，此刻就开始运。然后我爸就不让，我爸呢查了万年历，说今天不适宜搬家。大胖媳妇完全没听说过这种讲究，就问我爸为什么？我爸说确切的说，人写的是今天诸事不宜。大胖媳妇说什么是诸事？我爸说诸事就是所有事，诸在汉语中指所有，诸事不宜，诸有此类，烽火戏诸侯。大胖媳妇听懂了诸指所有的汉语用法，但并没有懂背后的习俗。同城购物买了一个超市的购物车，晚上天一摸黑就开始自己搬。趁我爸不注意，他把小的东西都放购物车里，在地下车库搬了10多趟，但是发现大件他确实搬不动，然后自己联系某搬大件的公司，约了3个师傅帮他过来搬床什么的大家具。我爸都快睡觉了，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丈人你起来，人家要来搬床了。我爸说谁来了？大胖媳妇说猪来了，猪来了。猪来了，谁来了？啊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干什么？我爸莫名其妙被他薅起来陪猪一起搬家。我说你用我爸可以，但马上过年了，得犒劳老爷子，还血糖不稳，忌口和营养不均。你送一堆不如送一杯伊利新活舒糖奶粉，这一杯富含16种营养，低 GI 零蔗糖，葛根黄精这类中式养生食材，适合要控糖的中老年。这叫送的贵不如送的对。人小区都有认识我们的，非常尴尬。我爸就陪着大胖媳妇连着孩子就这么一趟一趟搬的。然后我爸对今天搬家这事儿呢，就还是不是很舒服，路上就跟大胖媳妇叨叨，就不应该今天搬。大胖媳妇呢有她的小心机，她就生怕我
我万一脑袋进水，同意哪个收纳公司了呢？花那大脑袋钱，所以就想赶紧把这活干完，让日式收纳无机可乘。我爸呢就老在他旁边阻挠，大胖媳妇一个着急，爸放车里。我爸还说呢，根本不差这一天，你咋不听话呢？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大胖媳妇想起来，想制服他老丈人，让他别说话，那就只有这一个招了，上来把我爸就亲一口，强吻，跟我爸说，你说的这些，猪听不懂，猪听不懂。今天 already 搬完一半了 ，no matter 你说啥，12点之前我要把猪搬完，我要把猪搬完。这个男人他最近有情敌了。张大铁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男人的心眼可以有多小。翟奥达最近呢结交了一个新朋友，叫 Fred 弗雷德。张大铁呢也和这个10岁的弗雷德见过几回面，然后张大铁对这个弗雷德呢就稍微有点敌意，不是人家弗雷德的问题，人家弗雷德非常优秀，就是因为他太优秀了，翟奥达非常喜欢跟人家玩，非常崇拜人家。自从这个男人出现，张大铁就被冷落了。结果昨天这个小男孩主动上俺家门来找翟奥达玩。哎呀妈！张大铁这个嫉妒争宠的小嘴脸，懂得给人家使绊呢。人家进屋打招呼，张大铁一看是他，给人一个下马威，告人家我们家说英文。没想到人这位小男孩英文老熟练了，人说啊，那我英文很好，没事儿。人家就开始说英文。 Okay, I can speak English. Hurry. 面对英文问题，张大铁只能硬接。 I thank you fine。我寻思那不是 I'm fine thank you 吗？我就跟张大铁说，我说反了，反过来说。结果他把脸反过来了。I thank you fine。张大铁眼巴巴看着姐姐和人弗雷德全英文聊天，聊得特别开心，自己啥也听不懂。他这个着急呀，怎奈就是融入不进去。他也挺拼。你这咋的呀？你这咋的呀？你咋的你胳膊？咋的你胳膊？你咋的你胳膊？你咋的你胳膊？I can go play over here. Here. 他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那眼看着是闭门羹，那张大铁在娘胎里看过6遍《甄嬛传》，有一些嬛嬛和齐嫔使用过的阴招，他也学到了几分。你让我都不能不难受，我不难受。你难受，就是让你抱我，让我抱抱你吧。OK， go to sleep。姐姐这样又难受，又疼了，好吧。这我的姐姐，我的姐姐。而且人弗雷德带小提琴来的，人家还有才艺呢。翟奥达看着小哥哥拉小提琴，他太喜欢了，太崇拜了。张大铁几次跟姐姐说话，姐姐根本不理他，只有张大铁受伤的世界打赏。我跟大胖媳妇看着翟奥达和弗雷德哈，俺俩还挺高兴的，我都开始不由自主想象自己将来当老丈母娘的样子了。那大喜日子，我再盘个头，为了能做一个满头亮丽秀发的老丈母娘，我一直把卡诗元气浆精华和同系列洗发水一起用，精华4滴管就搞定，特方便，坚持用3大成分给毛囊补充营养。你看我额角这小绒毛，俺家户口都特别喜欢闻这个味儿，见我就撒欢。但是嫉妒终将会让人性扭曲。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拉小提琴，我用